大家都知道，稀土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军事资源，各个军事强国都在争相抢购。这不，近期有外媒称，如若中国限制对美出口稀土资源，美国的军工企业将会受到巨大的影响。究竟会对美军工企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据环球网援引美国金融时报的消息称，由于近段时间中美双方的不断对抗，中国正在考虑对美国出口的稀土矿产资源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将会给美国的众多军工企业带来巨大的影响。说到稀土，大家可能只会想到这就是普通的泥土，其实不然。事实上，稀土是一种十分珍贵土壤资源，其内部至少包含了磷、铯、铝、乙、抗等17种化学元素。这17种化学元素主要用于航空航天、核工业、飞机制造等各种世界尖端领域。因此，稀土一直是各个工业强国争相抢夺的资源。同样，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也不例外。在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就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从中国以及一些国家购买了大量的稀土矿产资源，并成功利用这些资源推动了美国的军工产业的发展。可前段时间，美方公然向大陆对岸售卖武器，这也使得中国对向大陆对岸售卖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以及波音公司进行制裁。其中主要制裁就是针对上述公司限制稀土供应，最终迫于无奈，美国的军工企业没能向大陆对岸售卖武器。对此，有俄军专家指出，由于美军众多军事武器主要来自中国的稀土资源的供应，例如美军最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 F-35战机，中国若禁止出口稀土，美国5代机将停产，意味着 F-35战机将被中国卡脖子。同样，美国的一些芯片制造厂商也对中国的稀土十分依赖。因此，美国的一些军工企业以及一些高新技术企业都十分害怕中国限制对美国出口稀土。同样，也有军事专家给出了另类分析，由于美军每生产一架 F-35战斗机就至少需要417克的稀土资源，而在去年，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向美军交付了121架 F-35战斗机，这相当于美国消耗了50公斤的稀土资源。在2019年，中国的稀土总开采量达到了13.2万吨，而这其中仅有1.5万吨稀土是用来出口美国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却在同年间生产了2.8万吨稀土。看到这里，大家多少会有些矛盾，明明美国可以自给自足，却为何非要进口中国的稀土呢？这主要是由于受去年大流行影响，再加上稀土产业的出口不顺，这使得了美国诸多像 Medicop 稀土公司不得不申请破产。这种破产使得了美国的军工业遭受了巨大的影响。再加上美中美俄不断在军事领域的对抗，这种对抗让美方不得不从中国等国购买稀土矿产资源，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在稀土方面会被中国卡脖子。据美国海军协会官方网站报道，近日美军航母战斗群的一次综合演练中，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战法。近期在太平洋海域，美军的航母战斗群活动非常频繁。在去年，美军的军舰在太平洋地区频繁与其北约盟国举行多轮军演。除此之外，还与日本和印度等国在我国周边海域进行军演。美国的这一系列行动都让该区域局势非常紧张。如此频繁的军演将增大发生冲突的可能，增加双方擦枪走火的几率，因此这不由得让人担心，一旦发生海战该如何应对。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在海军的武器技术方面都得到了较大改进，那么未来的海战又该怎么打呢？据报道，近日美军的这次军事演习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战法。据称，在一场由航母寻找并且对目标进行攻击的综合演练中，美军创下了2个首次。在艾森豪威尔号的演习中，第一次加入了海军特种作战部队。据称将由美军的海豹突击队提前为航母战斗群提供前沿的目标数据，为远程基地的海军陆战队提供了导弹的打击选择，并且在其中还加强了对虚拟和建设性训练装备的使用。据称这种综合训练还是第一次，不过目前看来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而第2个首次，也就是此次的综合训练演习是首次把北约盟国的元素纳入其中。据报道称，美军要求在位于伦敦的盟军海上司令部的支援下，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将模拟与一个北约的特遣部队一起执行一个打击任务。据称，此番要求就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美国与其盟国的协同作战能力。随着中国的海军实力不断提升，再加上美国与俄罗斯也冲突不断，如果一旦发生摩擦，那么单美国一个，美国大概率是要吃大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然是要拉拢盟国，并且提升与盟国之间的协同作战的能力。
据中国专家分析，这种演习的目的就是要将整个航母战斗群中的各单元以及各要素根据相应的作战要求组合在一起。像这类的演习通常需要进行2至3周，而在这之前，军队还需要对参演的航母、巡洋舰、驱逐舰还有潜艇都进行单独训练。近年来，美国航母和空军频繁进行联合行动，这证明在未来，美国航母与美国空军的联合作战将成为一个新常态。此时如果发生海战，空军与航母战斗群的联合作战也将成为新常态。据外媒报道，中国运-20加油机即将投入量产。美国防务新闻在2月18日研究其得到的卫星照片后，得出结论称，在中国陕西阎良某机场内出现了4架运-20加油机，这或许意味着这种机型的加油机终于要投入量产了。空军在现代战争中是一种必不可少且至关重要的力量，而加油机对于空军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战争中，一架战斗机的战斗半径更大，它就能对敌方更多目标实施打击，而战斗机的战斗半径大多都被所携带的油限制，因此加油机也就至关重要。虽然近年来我国空军已经获得了巨大进展，中国人民空军已经拥有了全球第2大战术战斗机和第2大特种机机队，但是与我国这一壮大的战术战斗机队相比，解放军的加油机机队的规模就小得多，而与美国空军相比，我军的加油机队就是我国空军这个木桶上的大短板，限制了我国空军的战斗力。比如轰6的载役数量仅为21架，除此之外还有3架俄制1278加油机，而美军又有472架加油机，在这其中大型加油机占大多数，总共有439架，因此美国的加油机可以直接下放到各个连队，而到战时就可以直接到连队的编制配属到相应的战区。我国由于加油机队规模相对较小，还不足以直接下放到各个连队，因此他们都集中在我国中部战区航空兵师某团，到战时集中配属的对应的作战方向。其实我国空军主要是以侧位系战机为主，因此一直是依靠庞大的内油一支承建有的国防需求。但是随着我国在第一岛链内外的作战需求的提升，在未来我国需要大量的加油机，而运-20加油机最早是在2018年曝光，据称它的载油量已经接近1278的级别。如果运-20加油机开始量产，那么将可以满足我军机队的加油需求。据防务新闻报道，这张卫星照片是由行星实验室于2020年12月30日拍摄的，所拍摄的位置位于中国陕西阎良的某机场，而那里是西飞的生产机构和测试基地的所在地。据称，在该机场内，除了有4架加装了翼下加油装置的加油型运-20之外，还有16架运-20运输机。这种运-20加油机很可能拥有3个加油装置。据称，其翼下装置是与1278类似的软管加油装置。目前我国的运-20运输机使用的还是俄地30 KP2 发动机，不过它并不能让运-20发挥其最大性能，因此我国已经在为运-20研发 WS-20发动机，但是想要量产估计还需要一些时间。而此次4架运-20加油型同时出现，很可能是这种机型的飞机已经完成了测试计划，预计很可能将开始批量生产。前段时间，美海军上将查尔斯·理查德突然宣扬与中国进行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大，一时间成为了国际舆论的焦点。目前，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全消除民兵洲际导弹或将其替换为新的洲际导弹，美国考虑采用最佳方案来改善美国核武库的问题。因此，美国政府正在寻求改善核武库，同时制定了2种方案选择。自冷战时期，美苏关系就一直形同水火。在这之后，尤其是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更是针对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打压措施。美国先是经济制裁，后是军事打压俄罗斯，在世界范围内频繁退群，包括退出伊核协议和中导条约等等。等到好不容易就美俄谈判达成初步成效，近来美俄终于就延长新缺减战略武器条约达成一致。该条约的内容将延续到2026年。当时外界认为这对世界核武器的安全发展有利，但未想到美国军方高层却突然释放即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信号。然而，有美国专家直接挑战美海军上将查尔斯的权威。该专家写道，大规模核打击的威胁非常小。该专家同时表示，试图对这些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尝试将导致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将飞越俄罗斯领土这一事实。
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核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吸引俄罗斯。这位专家自曝真实原因就在于，由核洲际弹道导弹穿越俄罗斯领土的攻击可能引起俄罗斯的核报复，因此实际上消除了美国发动对中国核袭击的可能性。不过我们也不用太纠结，好像是靠着别人才能偏安一隅一样。同样，我们也有自己的国防实力，我们国家也早已对潜在到来的核战争有了明确的应对机制。就在该上将叫嚣着不排除与中俄进行核战争的可能性同时，我国没几天就悄悄完成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实验。什么是陆基中段反导拦截实验呢？它的厉害之处到底在哪儿呢？简明扼要地说，我国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就是在大气层之外拦截对方的中远程或洲际导弹。在此之前，我国先后进行了4次这样的实验，加上这一次总共是5次，而且每一次都十分重要，因为这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全的又一坚强的盾牌。有别于一般的高低空反导拦截导弹，我国这套反导系统不是区域性反导，而是全局性反导，覆盖全球。这绝不是买一套 S400 或爱国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大量的军事资源的动员，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的支持是无法完成的。我国核武器的研发战略不在多，在于求得突破，所以有很多机动发射力量。这也不免让很多越南人都在质疑，美国对中国发动核战争不是不会，而是不敢。